你宁愿把粥倒掉，也不愿施舍给我们。难道人命在你眼中还不如这些畜生吗？这个疯女人，喂鱼也不给我们吃。大家一起上，咱们干脆抢了她！妖物，这鱼成精了！神女娘娘饶命，我们只是饿昏了头，无意冒犯啊！凭空取物，万鱼朝拜，这世上真有神女。宿主，咱们穿的可是危险指数贼高的乱世文，初始时装你居然选了素雪含香，这时装技能只有无限白粥，能有啥用？谁说这时装不好了？这时装可太棒了。倒了2天粥，总算是把鱼引过来了。宿主，你那是能加10点好感度的好感丹，你不用在男主身上，居然喂给一群鱼！你个败家子！那可是我求了好久才从玛里苏系统那里求来的，你居然喂了鱼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舍不得孩子，套不着狼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攻略男主。书中剧情提到过，萧决因死谏被皇帝降罪贬到古寒之地，他弟弟萧玉听闻消息后，离家一路追随而去。算算时间，也该经过这片溪谷了。萧玉还有多久到？13分钟。系统，你真棒！换装系统的时装获取方式，只有收集人的震惊情绪，去抽奖池抽这一个途径。是时候收割第1波震惊值了。宿主来了！公子，那碗粥是凭空变出来的，障眼术而已，不必惊慌，找兄长要紧。凭空取物，万鱼朝拜，这世上真有神女。不错，没浪费我影后般的演技。宿主不动就攒足了抽奖值，宿主你太强了！有人，他手里有粥，还有好多财宝。姑娘，你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命金贵着。只要你把那碗粥跟财宝都给我，我也不为难你。你宁愿把粥倒掉，也不愿施舍给我们。难道人命在你眼中如同草芥吗？尔等在吾眼中，与这溪水里的鱼虾无甚差别。鱼怎能跟活生生的人相提并论？这个疯女人，喂鱼也不给我们吃。大家一起上，咱们干脆抢了她！妖物，这鱼成精了！神女娘娘饶命，我们只是饿昏了头，无意冒犯啊！宿主，震惊值爆了，可以抽新时装了！恭喜获得浮生一梦套装手持部件碧落仙兰，可治愈百伤，冷却时间为48小时。收集所有部件将解锁医术百科与入梦技能，真是个适合装神弄鬼的好东西。有了这个，我还可以装一波大的，巩固下神女身份，顺便再收割一波震惊值。兄长没说错，这吃人的世道已经病入膏肓。娘，这个鱼可以吃，我们拿回去煮给二哥吃吧，说不定二哥吃了鱼，病就能好了。不行，这鲤鱼是山神娘娘的信徒，吃了会遭天谴。娘，那就让我遭天谴好了，我不要二哥死。山神娘娘饶命！我儿小，不懂事，你要杀就杀我吧！那个孩子的眼睛和面前这个小女孩一模一样，惊恐、绝望，又夹杂着求生欲。山神娘娘，求你开恩，求神女娘娘开恩，求你给我们指条活路。众生皆苦，这人间是渡不完的苦海罢了。
看在尔等并非大奸极越之人的份上，吾便破例一次吧。神女娘娘慈悲，娘娘，信你愿一生供奉您。逃这精直。吾并非你们的神，不需要尔等供奉。从早演到晚，真是累死了。宿主，系统空间内每分钟要消耗100镇精值，咱们赶紧选个没人的地方出去吧。1分钟100镇精值，这么黑？宿主，那些良民还没离开。快看，水里有东西在发光。这是神女留下的。娘娘留下这些，用意何在？会不会是给我们的？要不然大家把这些宝物分了吧。这是神女的东西，咱不能动。可是神女已经走了，走了也不能动，那是神仙的东西，你拿了不怕遭报应？这会不会是神女故意留下的？都没拿走，是不是在试探我们？我可没动，我什么都没动。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到底怎么办才好？在下沈玉，途经此地，诸位夜里聚在此处，可是遇上了什么难处？诸位不敢擅动这些珍宝，是怕神女怪罪。神女不需要供奉，可心意总得有个安放之处。与其把这些珍宝藏在土里不见天日，不如用它们为神女建一座庙。这真的可以吗？神女娘娘会不会怪罪我等自作主张？神女既然愿意出手为你们去除病痛，这说明她是一位善神。可我们连神女娘娘的法号都不知道，这庙该怎么建啊？公子，您见多识广，能不能给我们拿个主意？不如就叫神女庙。这个萧逸果然是个聪明人。既然命运让我来到这个世界，身怀济世之力，当怀救民之心。宿主演技真好，连智多近妖的萧玉都信了。无他，唯手熟耳。前世当了4年卧底，演技要是不好点儿，怕是早死了。你能吃东西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需要宿主你花镇精值给我买皮肤，最便宜的小狐狸皮肤都要1000镇精值。你穿上那个小狐狸皮肤，能不能让这个世界的人看见你，听见你说话？可以啊，我给你买。宿主我爱你！我缠了那个小狐狸皮肤好久，它有9条尾巴，毛茸茸的，还会发光。宿主，从来没有人给系统买过皮肤，我好幸运啊！小狐狸挺适合你。目前我拥有套装部件技能都偏向辅助型，我得抽件具备攻击性的。神女不能只有善的一面，恩威并施才是长久之计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发饰部件谍影簪、簪藏蝶灵、虫蛇退避、百毒不侵、诛邪莫近。又是辅助技能，再来。恭喜宿主获得天恒招商套装手持部件雷冰令，令出法随天雷照至，荡涤世间一切罪孽。好东西。这算啥好东西？咱们任务是攻略男主，让他爱上你。你总不能男主不爱就拿天雷劈到他爱吧？攻略男主哪有当神女救世爽？别急，等我装神女赚够镇精值，再抽几套加魅力的时装，男主还不得被我迷得神魂颠倒？哇，宿主你好聪明，你这个计划堪称完美。有你这么棒的系统，我真幸运。昨日还是一群空洞的游魂，今日竟有了这样的生气。小心！多谢公子。你还要去搬？多搬点，这样神女庙就能建快一点。娘说神女娘娘心善，只要我们诚心诚意爱戴她，就一定能感动她。公子身份尊贵，怎能干粗活？不用。公子，大公子遭遇刺杀，下落不明，咱们要是再耽搁下去，大公子恐怕有危险。兄长是习武之人，他若是遇险无法脱身，那我一个读书人，就算找到了他又能如何？你与萧二前去寻找兄长即可。公子，外面不比京都安定，这到处都是战乱跟山匪作乱。您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没法跟侯爷交代。那你留下，让萧二去寻兄长。不好了，山匪抓了狗王！怎么回事？
俺们托人去城里买娘娘的香火，回来的路上撞见了那伙山匪，狗阿没跑掉，俺只能先回来报信。糟了，是山匪追了过来！听说你们发了一笔横财，这小崽子可什么都说了，给你们1炷香时间把宝贝交出来，否则我就先把这小崽子下锅煮了。大爷，没有什么宝贝，孩子是胡说的。胡说！这崽子全招了，当老子不知道？水快开了，你们慢慢想。那是神女娘娘的东西，你也敢抢？你就不怕神女娘娘降罪吗？就是你作恶多端，神女娘娘一定会惩罚你。老子活了40年，杀过的人比你们见过的都多，真有神让他出来啊！看是神的金身硬，还是老子的刀硬？对方人多势众，我身边仅萧大一人，想要从山匪手中救下孩子跟这些流民，毫无胜算。去砍了他一条腿，扔进锅里。放肆！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蔑视神灵？是神女娘娘来救我们了。你就是那个什么神女？老子还以为是哪路神仙，原来是个细皮嫩肉的小娘们儿。老子今天就直接给你剁成肉泥，看你还怎么装神弄鬼！好心痛，这可是我舔着脸给修仙系统当了整整3个月狗腿子才换来的护身符啊！我的心好像又不痛了。方才你说要将吾剁成肉泥，妖怪，别过来！你连神与妖都分不清，便敢吃人？尔等罪恶滔天，执迷不悟，今日吾便降下神罚，净洗乾坤，以正天道。神女娘娘饶命！饶命啊！神不应该怜悯苍生吗？我也是苍生中的一员，你不能杀我！杀生为护生，斩业非斩人，一切皆为苍生。饶了我！求求你，饶了我！神女娘娘，这些是那日您落下的凡俗之物，与吾无用，尔等自行取用吧。吾不是说过，吾不需要供奉。为何还要为吾建神庙？是我替他们出的主意。如今天下大乱，百姓困苦，他们只有把心安在神像前，日子才能过得踏实。这是他们在绝境里活下去的盼头。你是何人？在下萧玉，一介书生。既是一介书生，那你为何不去考取功名？考取功名或可救100人、1000人，却救不了天下人。能救这乱世的，唯有神女您。人间之事自有其因果运行规律，乱世终回亦有时限。可乱世中百姓连生的根本都已经被践踏，何谈规律运行？欲不敢求神女定天下分合，只愿神女垂怜，护生灵一线生机。你倒是能说会道。这座庙你们愿意建便建吧，只是不必供什么香火，吾不吃那些。神女娘娘是不是认可我们了？刚刚说的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俺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别急，神女娘娘应当是认可了我们，从今往后我们都是神女的信徒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竟然也能成为神女娘娘的信徒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快快快，大家伙加把劲儿，咱们这2天就把神女庙建起来。跟沈玉这种咬文嚼字的文人说话，真他丫的累啊！宿主，你是神女，怎么能说脏话？我只是个假神女，人前装装得了，人后还装，那不成傻了？我现在有多少震惊值？宿主，我跟你说，就刚才那一波，咱们足足赚了3200震惊值，扣除进入系统空间消耗的震惊值，你还剩4500震惊值。系统，把抽奖池端上来，我要来个10连抽！系统，快把抽奖池端上来，我要来个10连抽！恭喜宿主获得天恒昭彰套装眼瞳部件、善恶瞳。
凡所行处，善念恶举，皆如镜照影，无所尽逆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衣袍部件浮生箫，受到攻击时将自动开启保护结界，击飞敌人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鞋履部件浮生履，凌波微步，罗卫生尘，穿上可踏水而行。恭喜宿主获得乞丐套装、游侠套装、武将套装、厨娘套装、书生套装、小偷套装。恭喜宿主获得九天玄阴套装披帛部件挽流云，身披此物则身轻如雨，玉气凌天。收集所有部件，解锁赐福技能，可为身怀功德之人赐下福泽。系统，你是不是偷摸改了爆率？不信我啊！抽奖池的爆率都是主规定的，我也没办法更改的。那为什么我10连抽不如单抽？宿主，因为前10抽有保底，所以你前面几次抽到的都是高级时装部件，现在保底过了，这就是正常爆率。可能宿主你脸有点黑。宣不就飞，刻不改命，我依旧还是那个开盖永远都是灰姑的飞球。浮生消防御虽好，可我目前更需要白粥技能。眼下是乱世之初，百姓尚能苟活，等3个月后皇帝驾崩，方士把持朝臣，那才是人间炼狱。我需要更多震惊值，换取更多技能，这样才能为芸芸众生争得一线生机。这混搭看起来也挺不错。神女保佑，求神女娘娘保佑。娘，我好饿。这就是神明的力量吗？神女娘娘大慈大悲，谢神女娘娘救命之恩。善。你们既得了神女的恩赐，还不速速离去？敢问阁下是？我乃神女座下灵兽。灵狐大人能口吐人言，通晓仙山事，想来大人在神女座前必定也是极受倚重。算你有几分眼力，我在神女座前修行300年，自然受神女倚重。灵狐大人神通广大，欲斗胆请大人指教。神女不识香火，我等该如何供奉娘娘？神女常言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你们若诚心供奉神女，往后多行善事吧。宿主，那个萧逸太难搞了。筒子啊，就是因他难搞，我才派你去应对他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最能扛事的那个。宿主，下次要做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，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。对了，宿主，我刚刚装神兽赚了1300震惊点，我们现在一共有4500震惊点。那1300你自己留一半，存着买平肤吧。宿主，你真的太好了，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宿主？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去攻略男主啊？急什么？我有自己的节奏，你别打乱我的计划。眼下是奠定我神人设的关键时刻，绝不能出纰漏。至于男主沈爵，等他3步一跪9步一叩来求我的时候，才是见面的最佳时机。是真的，真的有神女娘娘赐咒，谢神女娘娘救命之恩。诸位，明日开始，将赐州的消息散给城外所有流民。沈大，你教他们武艺。是，公子。这萧逸还真是个人才，挑选壮丁建立秩序，加上武力威慑，难怪没人敢闹事。娘娘施粥，是让我们有力气活下去。但往后的日子，我们不能光指望着娘娘天天施粥。我方才去看了，那边的林子里有野竹和枯木，砍下来就能搭棚。搭棚？对，用林子里的木头搭棚。小沈，我跟你去。沈公子，我也去，做我一个。总算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了。娘，我跟二哥今天又打了鱼草去为娘娘描面戏里的鲤鱼。瞧你跑得满头大汗，那些鲤鱼是娘娘的信徒，你之前咬过人家，必须好好弥补。我现在天天都去喂它们。是啊，娘，小妹可勤快了，天不亮就背着篓子去打鱼草。好孩子。原本死气沉沉的流民队伍，慢慢有了生机。这所有的变化，都是从那一碗白粥开始的。我愿以此身如主，
哪怕燃尽最后一寸骨血，也要这恶飘遍野的乱世里，拽出一个清平人间。系统，我现在多少震惊值？最近来神女庙的流民多，震惊值都攒到了15900。宿主要抽时装吗？抽。宿主你干嘛？玄学，开抽之前要洗手，懂不懂？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挂件部件，入梦铃，遥知可催眠之梦，令闻者身临其境，冷却48小时。一定有黑幕，我的脸怎么可能会黑成这样？10连才出一个。宿主，限时奖池是消费震惊值到一定数量才开启的，限定时装过了限定时间就没办法再抽取，只能等下次返场。给我抽！恭喜宿主获得昆鱼丝架套装手持部件9岁盒，挥之可随机获得一种农作物种子，冷却4个月。收集所有部件将解锁沃野千里技能，增加作物产量。又是只有一个高级时装部件。宿主，20连售出2个高级部件，其实也不算肥，就是这个9岁盒看着没啥用。不过这个入梦铃挺好的，到时候咱们可以催眠男主，在梦里对他这样那样，让他食髓知味，念念不忘。昆玉丝像套装的技能实在太棒了，还差3个部件就能抽齐。目前还剩9900震惊值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我愿意用一生的姻缘去换，哪怕永远单身，永远体会不到爱情美好，我也愿意。让我欧一次吧！恭喜宿主获得昆鱼丝架套装配饰部件丰年诀，佩戴此物，方圆800米内家和早熟，时令可疑。恭喜宿主获得昆鱼丝架套装衣袍部件加穗迎车，身穿此衣，所履之处突壤寒润，极土升高。恭喜宿主获得16多子套装手持部件多宝16只，石棋子繁育昌盛，子嗣兴旺，冷却1个月。收集所有部件将解锁次子技能。退钱，我不玩了。系统，我能不能申请未成年人退款？宿主，你是个成年人。宿主别灰心，咱们还有最后一抽没出来呢。恭喜宿主获得昆鱼丝架套装发冠部件神农一运，戴上此冠可增加附近农作物的生命力。神农一运，宿主集齐了！果然索塔是一种智慧。宿主，你突然亲人家干嘛？我不是那种随便的头。这套时装的技能真牛啊！宿主，不是这套时装厉害，而是成套穿的效果和单件穿的效果差距很大。原来如此，今天运气看起来不错，试试看能不能刷出高产量的农作物。想什么来什么，我今天的运气不会真是用未来的孤寡换来的吧？宿主，我想吃烤红薯。这些不能吃，我要用它们当种子。宿主，你居然还会种红薯？我是警校毕业的，又不是农业大学毕业的，我怎么可能会红薯？宿主，我有办法。嘿，嘿，这是之前有个宿主写的红薯教程，原本想送给男主刷好感，结果他发现这个世界压根没红薯。筒子，你真是我的心肝儿！我得想办法把种植方法交给萧玉，顺便把这些红薯给那些流民，然后狠狠收割一波震惊值。这是离境后的第5次刺杀，对方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。都给我搜仔细点，他受了重伤，跑不远。5个，或许是6个。失血太多了。宿主，咱们真不去救吗？男主他好像有点死了。不去，他有男主光环，死不了。为了让四周的土地变得肥沃，我穿着这身时装跟暴走王似的从早走到晚。现在我只想睡觉。可是男主嘎了，我们任务失败，这个世界就会崩溃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会嘎。我去，不早说。萧将军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刘道清究竟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，值得你们这么卖命？国师大人是仙人转世，
自是值得我等誓死追随。仙人转世，仙人会支持你们干这些刺杀的勾当，为一己私欲，搜刮民脂民膏，卖官鬻龟，苛捐赚税，欺压百姓。他们这些方式分明都是妖人！住口！休要污蔑国师大人！大人说了，先破后立，天下大乱方能大治。哼，死几个人算什么？萧将军，你安心上路吧。松开！姑娘，救我！萧某必有重谢。人晕了，我装给谁看？要不先把他弄醒再救？算了，伤太重，再拖真死了。宿主，有人来了，是小二。走了。大公子。今天神女娘娘会来吗？会的，娘娘每天都会来。神女娘娘显灵了！比昨天又少了一半，看来是时候给他们一些新的震撼了。芸芸众生，黑白交织，没有纯粹的善与恶。他们都只是在泥泞里挣扎着想活下去。吾今日于九重天偶遇农神，农神悯人间，耕种为艰，特托吾携一物下界，此乃神种，名曰红薯。农神言：此物不择己土，不惧旱魃，无论山岗薄地、沙砾荒坡，皆可扎根。一株可结数枚，一枚可重达斤余。春种秋收，亩产可越2000斤。若有人能将此神种培育成器，吾便降下一道机缘，让此地风调雨顺，谷谷丰腾，保一方百姓3年不饥。3年不饥，孩子不用饿死了。神女娘娘，可否让玉一试？你与此物无缘。二哥，你种地种得那么好，要不然你去试试。小妹，那可是神种，连沈公子都与神种无缘，我一个庄稼汉哪能肖想？咱爹在世时说过，咱们村就属你种的那2亩地收成最好。那不一样，你别乱说话，让人听见笑话。神女娘娘，我二哥种地种得可好了。你二人上前来。神女娘娘可真美啊！两人皆是知恩图报之辈，比起崔二郎，崔三丫更适合培育神种，但他年岁太小，只能慢慢培养。崔二郎，小人在。吾将神种交于你，你可愿意？小人怕种不好，小人没出息，只会种几亩薄地，怕辜负了娘娘与农神。非也，农神所种非技艺之精，而于心诚。你与土地打了10几年交道，那双手便是最好的成正。你只需尽力而行，种好了是你的造化，种不好，那便是这方天地灵气不足，容不下这神种。小人跟娘娘保证，这神种小人会拿命去种。崔三丫，你且来吾身边。你心思纯净，灵台清明，与农神之道有缘。吾今日便传你红薯种植之法，望你兄妹同心，相辅相成，共将此神种培育成器。那些屋子不像人间，是仙界吗？换装系统果然好用，可惜入梦灵有48小时冷却，而且次只能对一个人使用，否则这上百劳民集体入梦，震惊值早爆了。崔三丫，吾已将这红薯种植之法传授给你，好生记着。他日你若能将此法广传人间，惠泽苍生，农神必当欣慰。不是梦，我全都记住了。小妹，神女教了什么？快说说。是啊，那可是天上的法子。我看见了天宫，那里的屋子怪模怪样的，还有人在地里翻腾坠肥。一个8岁女童，绝不可能凭空说出这些。难道世间真有通天彻地的神女？咱们只抢了法子，不如趁着天没黑去找肥沃土地吧。对，这要是种成了，以后就都不用再担心饿肚子了。宿主，
你为什么要把入梦灵的技能用在崔三丫身上？你留着给男主造梦多好，到时候给他编一出梦中幽会的戏码。我现在哪有时间去攻略男主？眼下还是得想想该怎么名正言顺拿下镇北州的信出城。宿主，咱们不能这么浪费，那可是……筒子，我们刚才赚了几万震惊值，你觉得这技能用的亏了吗？吸溜3万多！哎呀，震惊值当然很香啊！但是宿主，我们的任务是攻略男主，要是完不成任务，我们会被逐出这个世界的。看来得做些什么先稳住系统，至少不能让他发现我另有所图。沈公子，三丫今日撺掇他二哥抢了您的机缘，您对我们恩重如山，而我们却恩将仇报，这也菜您收下赔罪。王婶误会了，并非是二郎跟三丫抢我的机缘，而是神女娘娘说我与神种无缘。什么？三丫能得法是她的造化，王婶你莫要苛责。今日若不是她勇敢站出来，或许我们也得不到这神种。沈公子，三丫这孩子打小就聪明，可惜没投个好胎。我一介粗人，怕教不好他。您是有大学问的人，求您让他跟在身边学个皮毛。三丫，你想识字吗？想。那你以后便唤我先生吧。既已入学启蒙，总该有个正经名字。和者家谷也，春生秋成，虽不若百花争艳，却养万民，济天下。日后你便叫崔和。大公子，您总算醒了。我这伤是你找的大夫。我发现您时，您的伤就已经痊愈了大半。那样的伤，就算是太医院也要治1个月。山野之间，竟有这等神迹医术。你可曾看见一位姑娘？方圆百亩，属下来时都看过了，没有其他人。怎么只有你？福燕呢？二公子他……我们来寻您的路上，在西边遇见了一位法力无边的神女。神女？方士祸乱朝纲，蛊惑圣听，致使朝堂乌烟瘴气，百姓民不聊生。萧儿，你自幼跟在我和福燕身边，难道不知道我最恨什么？大公子，神女娘娘跟那些方士不一样。那日我跟二公子亲眼看见。够了！这世间哪有什么鬼神之说？都不过是些招摇撞骗的妖人罢了。学了点障眼法，就敢妄称自己是仙人？是大公子。福燕现在何处？二公子如今已经成了神女娘娘的信徒，正带领一众流民为神女建庙。荒唐！带我去找福燕，我倒要看看那位神女娘娘究竟有什么通天本事。宿主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刚刚男主一下子就给你涨了20好感度。哦，挺好的。你不等他醒来就离，肯定是为了让他念念不忘，毕竟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单纯不想等他醒。宿主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操，好不容易加了20好感度，怎么一下子又扣掉了40？慌什么？书里有提到过男主不喜巫蛊之术，他应该是听说了我人前显圣的事件，将我当成了骗子。那怎么办？别急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等他主动找上门来，知道我不是他想的那样，好感度自然会加回来。万一男主不来呢？你忘了吗？萧玉还在我手上，萧绝能丢下亲弟弟不管？宿主，你真是老谋深算。不会用成语就别用。大公子，咱们非得穿成这样吗？闭嘴，走。大公子，这玩意儿哪是人吃的？你们听说了吗？神女娘娘赐下的粥里头加了仙露，喝一碗能顶3天不饿。真的有神女临凡赐粥吗？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！神女娘娘一定是专门下凡来救苦助难。仙露，仙人下凡救苦救难，这种讲述我在京中听过太多了。此乃午时散，服用可延年益寿。将军，求您了，帮帮我吧！神女，不管你是骗子还是方士，最好别被我抓到。进来。如何？回禀国师，失手了。第几次了？第5次。刺杀5次都失败，历史真的无法改变。难道我注定会被萧绝千刀万剐？1年前我穿越到此，本想直接投靠萧绝，但当时方士以密谋毒死皇帝，我若倒戈，他们定会先杀了我灭口。你带人去信都城守着，
信都校尉周白是萧诀旧部，等他们二人接头再动手。是。对了，国师大人，信都城附近传言有神女降世，我刚扯出一张仙人转世的虎皮当上国师，信都城就有人自称神女。靠，什么人啊？比我还能装。可知是怎么回事？听附近辽民说，那位神女娘娘神通广大，不仅能凭空取物，还能降下天雷，顷刻间便能将作恶之人劈成灰烬。天雷？雍城末年怎么可能会有火药？难道他和我一样，也是穿越者？人在信城，这说明他很有可能已经投靠了萧军。不行，我不能继续坐以待毙。恋爱脑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个恋爱脑会造火药。萧诀有兵有火药，那我还活个球？必须拉拢他。如果拉拢不了，那便只能除掉了。备马去信都城。没有饿殍，没有哭嚎，此地竟有乱世罕见的安宁景象。但越是美好的假象，就越是危险。宿主，你果真料事如神，男主还真来了，咱们要不要去露露脸啊？不急，等萧诀亲眼目睹我使用那些时装技能，他定然会想尽办法求见我。昆玉丝簪套装虽能让作物早熟，但没办法让这些红薯苗一夜之间长成。看这样子，红薯成熟至少还要4个月时间，太慢了。宿主，你可以强化套装啊，只需要再消费1万镇静值就能开启套装强化功能，强化后的技能效果会翻倍。区区1万镇静值，我消费得起，给我来个30连抽！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坐骑部件浮梦仙域，持此部件可无视地形障碍，遇水踏雾，遇山穿林，日行千里。30连抽就给我出1个高级时装部件，宿主还抽吗？抽！恭喜宿主获得天恒昭彰套装衣袍部件昭明成天，紫袍加身，如负天归，可开启罚罪领域冷却120小时，把有罪之人拉进领域，让他们也经历受害者的痛苦。这个还不错。爹的，什么破功能？套装强化一次就要3万镇静值，怎么不去抢啊？我也没想到套装强化要这么多镇静值，之前从来没有宿主解锁过这个功能。资本家丑恶的圈钱嘴脸！昆鱼丝架套装已强化，可缩短作物4个月成长周期。昨夜苗又窜了一截，看来这神种咱们是种成了。可不是，老朽种了一辈子地，头一回见长得这么精神的苗。如今这红薯苗还没成熟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须得好生照料。福叶，兄长，你没事太好了。对了，兄长，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种的红薯，那可是能亩产2000斤的神种，待它长成，这世间或许就再无饿殍。这种无稽之谈你也信？兄长，此乃农神托神女所赐，绝不散。我原以为萧二是夸大其词，如今看来你当真是被迷了心智。我知道兄长你痛恨方氏祸国，但神女并非蛊惑人心的方式，她是真正心怀苍生的神子。跟我走，我不能让你继续留在这里。我不走，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。福叶，你曾经立誓要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些你通通都抛之脑后了吗？我从未背弃之想，兄长不必再劝我意已决，愿将此生献于神女，永远追随她的步伐。公子不好了，官兵来了！奉信都太守之命，此地流民私自开垦田地，违反大庸律令。来人，把这些秧苗都给我拔了！军爷，速速把这些秧苗都给我拔了，一颗不留！不能拔呀！这是神女娘娘赐下的神种，大家全盼着他们活命呢！滚开！住手！军爷，不能毁啊！这神种能活很多人的命啊！反了天了，连官兵都敢拦！要毁苗，你们就先杀了我！二哥，流民开垦的是无主荒地，按照大庸律令，流民于无主荒地开垦耕种，3年内免赋税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难道连律法都不懂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校尉讲律法？你去，就是送死。你是什么人？让周白来见我，
这刘民竟还认识周校尉，倘若今日之事传到周校尉耳中，我定然没有好果子吃。所有人听令，这些流民聚众闹事，抗拒执法，持械袭官，就地格杀，一个不留。那是大家的命根子啊！是神女娘娘显灵了，是神女娘娘来救我们了！神女娘娘饶命！毁坏神种，尔等可知罪。异兽，光华，悬浮的马车，这绝非寻常障眼法，莫非此女子也是术士？小福燕，娘娘，是小人无用，没能保住这神种。你不必自责，红薯乃是天上之物，强行在凡尘宗众本就是逆天而行，命中该有此一劫。然你们以性命相护，赤诚可见，为这红薯苗留住了一线生机。是娘娘救命大慈大悲。这般起死回生的手段，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的。倘若能得他协助，日后行军打仗，伤亡人数定然能大大减少。宿主，男主家好感了，咱们赚大了！郭攀，信都城副校尉，任职7年。我并未自报姓名，他怎会知晓？难不成她真是神女？不，国师大人说了，这世间除他之外，并无其他仙人。自你任职以来，你一共克扣军饷1200两，侵吞赈灾粮食800斤，强占民田15顷，逼死百姓7人，民女3名，其中最小的年方12。这7年间，因你而死的冤魂一共39条。妖女，你一定是妖女！都给我起来！谁若能杀了这个妖言惑众的妖女，本校官赏银100两！你们竟敢违抗军令！郭大人，那可是神女娘娘，咱不能对神女动手。放狗屁！那是个妖女！妖女，老子杀了你！妖女，你这个妖女！冥顽不灵。传闻中，神里皆有多重法相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怎么回事？我看不见了，一定是神女娘娘发怒了。搞快点，镇月关的黑雾只能撑30秒。马上，长景已经大好了，入梦技能可以用了。天恒昭彰缺的部件太多，罚罪领域又只能拉1个人，只能用入梦来搭台子了，这样才能把所有人都拖进来。让系统搭场景，把梦境和罚罪领域链接，360度沉浸式审判，这效果应该能赚不少震惊值。链接完成，罚罪领域开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该不会是18层地狱吧？18层地狱怎么可能这么亮堂？这里是天宫。这是如何做到的？兄长，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伟力，这是神明的力量。方士误国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可神女所行之事，无一不为苍生，无论真假，在我心中，她就是这世间唯一的真神。审判庭既开，罪业将无所遁形。郭攀，神种承天地气运，护一方生民。你一念愚昧，险些毁去万千生灵希冀。今日便由吾轻审你的罪孽。你克扣军饷1200两，导致兵卒没有冬衣，冻死了13人。
此罪你可认？小人也只是一时利欲君心，是非功过皆有定数，你该向那13名兵卒忏悔。好冷，求你，救救我！原来朝廷一直有给我们发军饷，只是都被贪没了。去年，郭校尉让我弟弟六子冬日守城，六子在城门上活活冻成了冰雕，他却拿着六子的军饷在秦楼楚关里逍遥快活。若不是前方这堵无形的墙，我早就提刀下去，将他大卸八块。我还活着。方才那种冷太过真实了，就像真的死过一次。郭攀，你私吞赈灾粮800斤，导致受灾百姓无粮可食，饿死了16人，此罪你可认？神女娘娘，赈灾粮一事是王太守指使，我只负责把粮运出城，那些粮食是被王太守的职高价卖到邻居去了，我不曾染指啊！娘娘明鉴，娘娘明鉴。此事你的确不是主犯，但你助纣为虐，偷运赈灾粮，这16名百姓的死与你亦有间接关系。好饿，我婆娘就是这样饿死的，临死前还在喊饿。我给她塞了一口观音土，她咽下去对我笑了一下，然后就再也没睁开眼。这些狗官根本不给我们活路，死了活该，死了活该，死了活该！大人，那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是我全家老小唯一的活路啊！钱民，赶紧给老子滚开！阿爹，阿爹！跑，快跑！为一己私欲，强占民田15宠，逼死百姓7人，欺辱民女3名。郭攀，此罪你可认？神女娘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把强占的灵田物归原主，我一定改过自新，多行善事，弥补过错，求您宽恕。晚了，那些有资格宽恕你的人，如今均已投胎转世，而你只能去无间地狱赎罪。郭氏大人也是仙人转世，我妹妹得他宠幸，你若置我于死地，他。神女娘娘替天行道，神女娘娘万岁！宿主，刚才审判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真的生气了？有点儿。那个最小的才12岁，他到死都没等到有人来救他。行了，说正事，现在震惊值有多少？刚才那一波入梦审判赚了将近3万，加上之前的，一共76000多。原本想换上昆玉丝将催熟红薯苗，让这些流民多一点盼头，但按照书中剧情发展，信都城马上就要面临大规模蝗灾，若是提早用了，蝗灾过后就只能看着干瞪眼，得留一张底牌。宿主，你都赚了7万多震惊值，干嘛还天天风餐露宿？系统空间的大房包夜才5000，钱要花在刀刃上。以前出任务睡野外，不仅担心被人一枪崩了，还得防蛇鼠虫蚁，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？宿主，等完成任务，我就跟主神仙给你多加10亿，这样你重生回去就能财富自由，就辞职不干祭毒，仅安心当条咸鱼躺平。好。宿主，那这震惊值你打算怎么花？信都城马上就要面临大规模蝗灾，这或许是个契机，但光靠天雷不够，我需要能弄个控制局面的东西。求鱼，山海经异兽，所现之处蝗虫过境，附带技能控制蝗虫。系统，我给你买个新皮肤吧。宿主，我不想要。这皮肤看起来像是兔子，却长着鸟类的嘴，还有蛇的尾巴，丑成这样居然还要5万震惊值，买它真的太不值了，咱不能当冤大头。宿主，你快换上给我看看。不错不错，这皮肤当真是及时雨，有了控制蝗虫的能力，拿下信都城，名正言顺。萧家兄弟那么帅，你看都不看一眼，成天就盯着一群面黄肌瘦流民。我的小狐狸皮肤那么漂亮可爱，你非让我换个这么丑的？
宿主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有恋丑癖。闭嘴，睡觉。大哥哥，我是先生的学生崔和，这是先生让我送来给你的。近年来信变城灾荒不断，连舅父的粮仓都见了底。这荒山野岭哪来的米？这粥哪来的？神女娘娘赐给我们的呀。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能天天喝到粥。每个人天天都能喝到？之前没法天天喝，因为神女庙容不下太多人跪拜神女娘娘。不过先生很聪明，他让去跪拜的人把白粥带回来，倒在一起，加点热水，这样大家就都能喝上粥了。好像是真的粮食，不是梦，也不是幻术。你先生人在何处？先生大人在后山开垦田地，说是以后都用来种红薯。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我必须弄清楚这白粥是怎么回事。昨晚的事还能说是幻境，但这碗粥是实实在在喝进了肚子，那种饱腹感如何做法？莫非这世间真的有神？这粥可真香，要是我那可怜的孙子也能喝到就好了。夏老头，人各有命，咱们能得到神女娘娘眷顾，已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到底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被逼到绝境的人重新学会笑？大哥哥，你怎么不走了？没事，走吧。先生，大哥哥找你。兄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别明知故问，你嘱咐这小丫头给我送粥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主动来找你？什么事都瞒不过兄长。昨天我让沈大粗略统计，西谷已有800余人。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这话不假。各城太守不让辽民入城，除了缺粮，还有一个原因：流民难管。光靠我一个人，可能还没看到天下太平，我就要英年早逝了。可不得想办法留下兄长你。你带我去见神女。兄长，神女哪是我等凡夫俗子想见就能见的？听流民说，神女每日辰时会在庙前赐粥，我明日可否随流民一起跪拜神女？看到那条队伍了吗？他们都想去跪拜神女，但神庙前空地有限，容不下太多人。兄长要跪拜，就只能排队领号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队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排到的。叫什么名字？从哪来？识不识字？知不知道跪拜神女时要说什么话？萧绝，字长风。大公子，萧二，怎么是你在这里给辽民做登记？属下早年跟夫子学了几个字，二公子就安排了这么个差事。天菩萨，我一个护卫有一天也能干上文书的活，简直让人想死。符砚说跪拜神女娘娘要领号，给我吧。大公子，跪拜神女娘娘是有规矩的。您跪的时候，额头必须触地，触地的时候还得响，不响不算诚心。然后还要说神女娘娘慈悲。算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连面对君王我都鲜少行跪拜之礼，如今却要跪一个不知姓名的女子。温热的，真实的，是瓷器的手感，和昨天那碗一模一样。这白粥竟真是凭空变出来的。你干什么？神女娘娘赐粥时不许喧哗，不许站立。神女娘娘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粥喝。你怎么能对神女发出去？滚出去！不能让对神女娘娘不敬的人留在这里。诸位稍安勿躁，这是我家兄长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我替他向神女娘娘请罪，诸位给我几分薄面。兄长，神女已然成了此地百姓唯一的信仰。我知你不信鬼神，但你若想留下，日后面对神女，切不可像方才那般。我现在信。童子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没问题。入主信都城后，我便可以大展拳脚，开始发展农业与工业，放眼天下13州。蝗虫！蝗灾！快跑啊！蝗虫来了！诸位稍安勿躁，我们所处的溪谷地势偏低，四面环山，
风从高处过，虫往高处飞，这些蝗虫未必会进来。神女娘娘保佑！俺好不容易有了住的地方，不想再逃荒了。一定是神女娘娘保佑！神女娘娘大慈大悲！那个方向是信都城。蝗虫过境赤地千里，如此庞大的蝗灾，一旦落在信都城，田里的庄稼顷刻间化为乌有，树皮也会被啃光，连一根枯草都留不住。神女娘娘，信都城蝗灾将至，数千百姓命悬一线，求神女娘娘开恩，救救信都城的百姓！求神女娘娘开恩，救救信都城的百姓！神女不在凡间，西王母设蟠桃宴，神女前去瑶池赴宴了。待神女赴宴归来，信都城恐怕早已变成一座空城。灵狐大人，可否请您看在西府城数千百姓命在旦夕的份上，替我等向神女娘娘求求情？瑶池圣地乃西王母道场，非是我能随意出入之地。你们既是神女的信徒，若是诚心向天祷告，说不定神女能感应的。兄长，萧诀今日在此立誓，若神女娘娘肯降世解救信都城百姓，萧诀愿以余生供奉，肝脑涂地，绝不背弃。宿主，你为啥不直接现身，非得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？轻易就能得到的东西，往往不会被珍惜。差不多了，该我上场了。神女娘娘显灵了！娘娘听见我们的祷告了！神女娘娘万岁！这古物的清香，那是救我的人，是他。尔等祷告之事，无以知晓。本是天地轮回，诸神不得擅自插手，乱天道秩序。但此次蝗灾，却非天灾，而是妖邪作祟。妖邪？难怪这次蝗灾尤为恐怖，原来是有妖孽作祟！求神女娘娘救救我们！妖孽乱世，生灵涂炭。身为神灵，自是不能坐视不理。吾将亲往信都城，镇收邪祟。神女娘娘救苦救难，神女娘娘大慈大悲。总算能名正言顺入主信都城，百姓贵情，谁会怀疑？至于这灾，你别管。你二人随吾同去。上来。不错不错，等限时奖池刷新，这么多镇金值，保底能出一套新时装。有人！是仙车，神仙显灵了！神仙显灵了！走吧。曾经我以为只要镇守边关，令四方异族不敢来犯，便能还天下太平。回京后才发现，从始至终异族都不是导致百姓困苦的根源。当今天子沉迷寻仙问道，宠信奸佞，苛捐杂税，压得百姓怨声载道。神女娘娘，这乱世会有变好的一天吗？人间的事，吾看了2000年。1000年前，有人也曾问过于吾这个问题。那时吾给他的回答是：乱世不是天降的灾祸，而是人自己造出来的。既然是人造的，便该由人来结束。如今吾同样这般回答你。由人来结束，是靠那些在朝堂上争权夺利的官管珠峰，
还是靠拥兵自重的诸侯？乱世从来没有赢家，哪怕有人最后结束了乱世，赢得天下，建立新朝，他得到的也只有残破山河。神女的意思是，想要真正终结这乱世烽烟，不能寄望于天降紫微星毒挽狂澜，唯有唤醒每一个苟活于世的人，让他们心中有光，手中有刃，肩上有责，人人皆为星火，方能聚星成聚，烧尽黑暗，重铸人间安宁。人人皆为星火，人人皆为星火。我们身边也能不该被光无肤色染藏的血，穿过这日夜。